党这几年已经越来越跟民进党趋同。台湾除了中华统一促进党跟新党比较亲中国之外，其他全部亲美。差别是在民众党刻意模糊化，民进党是完全认为说只要抱着美国爸爸，我就天下无敌。国民党相对比较务实一点，他知道美国人只是把台湾当吉利。国民党相对比较有一点点两岸都是中国人讲法。民进党是打从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。赖清德是一个完全缺乏国际观的人，搞不清楚他做的事情让老美很不爽，他以为他在迎合老美，这就是老美最头痛的地方。10月10号那文告很怪，又有中华民国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有中国，有台湾，有中华民国，蔡英文绝对不会看错。蔡英文没有中心思想，随便你怎么写都可以，只要能够交差。那赖清德是有中心思想，可是呢，真的把他中心思想写出来，那事情就会变得很大条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，他又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，到处拐弯。这个不是因为在台中举办 F1， 我以为我们那天在 F1 赛场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台湾亲美意识形态泥淖的问题，您上次主要说的是民进党的事儿，但是我发觉国民党很多人其实也是亲美的，尤其是高层，比如说朱立伦、赵少康，甚至韩国瑜其实也是亲美的。所以我觉得您上次说的政党轮替貌似不是很解决问题的样子。我想问一下国民党具体的情况是什么？然后具体就是国民党和泛蓝营到底有多大比例是亲美的？然后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民众党对这个问题好像表态不多。您观察到民众党从柯文哲到高层，然后到基层小草，在亲美这样一个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我先讲，台湾基本上除了中华统一促进党跟新党比较亲中国之外，其他全部亲美，只是差别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。其实国民党以前跟美国的关系比民进党还好，只是这几年相对没那么好。但是国民党现在在美国一样是有办事处，他们一样有驻美代表，所以国民党也是一直在拉拢跟美国的关系。过去不管是朱立伦也好，马英九也好，跟美国关系都非常好，所以国民党本来就亲美，而且实际上国民党很多人恐怕比民进党有些人更亲美，所以我会说国民党政党轮替之后会比较好一点的情况是，国民党不会像民进党这样死抱着美国大腿，也就是民进党是完全认为说只要抱着美国爸爸我就天下无敌。国民党的人相对比较务实一点，他也知道就算美国跟台湾关系好，也不是完全都可以依靠美国，因为国民党比民进党更了解美国，他知道美国人只是把台湾当棋子而已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，国民党虽然要去依靠美国，可是他也不敢把宝完全压在美国身上，而且国民党相对比较有一点点两岸都是华人或是中国人这样的想法，所以他也会希望两岸之间关系相对比较缓和一点。这其实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的微小差异。实际上国民党这几年已经越来越跟民进党趋同。我老实说，其实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由本来的极独已经往向中间方向发展，国民党也是一样，从本来偏向统派，现在也是一样往中间发展。在台湾现在极统派真的只剩下中华统一促进党，甚至连新党都慢慢没有那么极统。我想这话确实，我也看到了这一点。对，所以在这种状况下，我个人认为，在未来台湾，你说统派要拿到政权，基本上是不可能，只是大家亲美的态度有差而已。那我会希望政党能够轮替，就是因为我不希望他走向民进党那样，把所有的赌注全部压在老美身上，这个对台湾来讲是非常危险。我觉得有一个点，其实翻开国民党的历史，国民党被老美背叛的次数是非常的多嘛。你看49年马歇尔当时这个态度嘛，然后再来71年的时候2758决议文也是老美背叛，79年太多次了啦。其实包含蒋家的倒台也有美国人的身影在里面嘛。老李其实他是有得到老美在背后 support 的，不然蒋家也没那么容易就倒台。所以这里面事实上靠美国会倒这件事，应该国民党人还没有蠢到说完全不懂。但是国民党人是这样，你如果长期跟他们接触，你听他们心里话，你就知道他们意识形态的倾向是没有办法抵抗美国。但唯一一点，他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异就是，民进党是亲美反中，国民党是亲美有陆。光中跟陆这两个词，它其实它就有一个差异。国民党就算是新生代，他不好意思或不好开口说他是中国人，但他骨子里或他的内心核心里面，他还是认为他是中华民族。但民进党是打从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，就你连华人他都快要不行了。蔡英文他下面那一群绝亲派的台派，然后台派里面又衍生出那种独派。为什么有台派呢？因为台派就是害怕台独会打仗。我以前很独派的学姐跟我呛赌说，台派就是一群不敢独的，唰！可是这一些人他们关起门来的时候，他就搞了很多的文化意识形态的，所以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几乎没有跟中国友好相处的可能性。而赖清德，我觉得他内心也看到这些，所以赖清德会提出亲中爱台嘛，他是把中国当成完全另外一个国家，但是他的认知里面，台湾跟中国是可以做兄弟之邦。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辜宽敏的那个逻辑。那兄弟之邦有同源同根，但我们因为历史的错根，我们已经是两个民族，但我们要友好相处，而且我们可以一起赚大钱。老讲独派忍受的底线就是我们最多是像英国跟美国这样的关系。哎，对，就如果大家彼此愿意承认对方的国家地
地位，那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问题是大陆绝对不可能会接受，所以在这种状况下，就是双方没得谈。那至于刚刚你有问到民众党对这一方面的意思呢？我跟你讲，民众党在这一方面刻意模糊化，因为民众党的组成分子比较复杂。老实讲，它里头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民进党那边转过来的，对，他们基本上也是相对比较偏独的，只是没有那么独而已，就是这样差别。民众党讲好听的方向讲，可以说他们是务实派，他们认为两岸之间只要保持一个相对友善关系，不要那么冲突就好了。但是你叫他们跟大陆统一，他们是不会干的。那你叫他们极独，他们也不会干。你可以把它说是一个维持现状派，而且他们蛮拼装的。民众党里面也有一群统派，有，而且那个力量蛮大的，因为这一群人很有钱，很有实力，所以民众党拼装车的问题，很大程度上他是没办法解决的。加上柯文哲也不想解决。我老实讲，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柯文哲对两岸问题是模糊化处理，其实就我自己的观察，我认为柯文哲对两岸是没有想法，他只有想说啊，遇到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做，但他没有一个基调型的论述，这一点民众党还没有建立起来。所以我个人觉得，你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论述的政党，基本上未来要执政是很困难，因为两岸问题是任何一个台湾执政的政党都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刚才您说，不管是民进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其实都某种情况下是很亲美的一个状态。那赖清德他既然是亲美，但问题是为什么又会做出一些美国不买账的行为？因为赖清德是一个完全缺乏国际观的人，他自己搞不清楚他做的事情其实是让老美很不爽，他以为他在迎合老美，这个就是他最让人家受不了的地方，也是老美最头痛的地方。那赖清德什么时候能够了解这一点，两岸之间才能够稍微和缓一点？赖清德的问题很严重的是他自视极高，可是当人家跟他讲是这样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属下报告，他把你推荐哦。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的信仰是打从心底认为台湾就是跟中国没关系，所以他所有的言行你去解构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哦。比如说他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的时候，我要代表全体国人恭贺中华民国113岁生日快乐。同样这句话，如果韩国瑜来讲，他语气不会是这样。是啊，韩国瑜就是说，我们一起祝我们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他也会强调是我，国家跟我是一体的。赖清德就是你，因为他认为他是台湾人的总统，就是他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他永远是客体。所以10月10号那文告很怪，因为那美国人看过，主词很不明确啊，所以被人家酸做自助餐嘛，又有中华民国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有中国，有台湾，有中华民国，蔡英文绝对不会犯这种错。我跟你讲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因为蔡英文没有中心思想，随便你怎么写都可以，只要能够交差，面俱到我都 OK。那赖清德是有中心思想，可是呢，他如果真的把他中心思想写出来，那事情就会变得很大条，没有一方会满意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，他又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，可又不敢很明确的表达，所以只好到处拐弯。你会发觉他整个都不断在弯道超车。如果不是因为在台中举办 F1， 我以为我们那天在 F1 赛车，他一直不断的在那边转。所以你会发觉每次看赖清德的东西都很痛苦。他一句话讲到好像他已经准备要敲钉转角做结论，突然之间又转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所有的话都讲不完，你会觉得这是赖清德讲话的特点。当然他心里觉得他没转弯啦，是啊，他就在伪装嘛。